由于泥水平衡邓沟机的刀盘阻力远小于土压平衡邓沟机，因此大直径邓沟往往采用泥水平衡邓沟机。得益于海瑞克公司创造的气囊式泥水平衡邓沟机，使得泥水平衡邓沟机虽然尺寸大于土压平衡邓沟机，其绝境引起的对地层的扰动影响反而小于土压平衡邓沟机。为了进一步提升泥水处理的效果，海瑞克公司近年来致力于不断提升泥水处理的效果和效率，使得海瑞克泥水处理体系具有独特的体积紧凑、噪音低、效率高的特征。为了了解他们的泥水处理体系如此优异背后的技术内涵，我们来到了海瑞克成都公司，和具有10多年泥水处理经验的海瑞克成都公司副总经理赵工先生讨论海瑞克泥水处理系统关键技术。赵总，就是海瑞克实际上是生产邓沟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为什么你们也研究这个泥水处理系统呢？是的，海瑞克作为专业的邓沟机生产厂家，我们已经有了接近50年的一个发展历史。当然，从广义上来讲，我们把邓沟机分成土压平衡邓沟跟泥水平衡邓沟。那么泥水平衡邓沟，它实际在施工的过程中，其实咱们就说泥水的这个质量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这泥水分离系统在整个这个泥水盾构施工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我们在这个盾构的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想，以什么样的一个泥水分离系统能够匹配到我们高效安全的一个绝境。那么这就是我们自己研发就是泥水分离系统的一个初衷那肯定要匹配咱们的盾构安全、高效、持续的来进行一个绝境。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泥水处理工艺的它的布置呢？好的。在我这个手边呢是一张我们的这个泥水分离设备的一个布置图，在我们的右手边，这个是我们泥水分离站的主机那它包含了泥水的这个处理系统，那也包含了现场需要布置一个渣坑来容纳我们这个处理完之后的渣土。同样呢，因为在整个这个处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丢失掉一些喷润土。好，我们怎么样对这个丢失掉的这个喷润土进行补足呢？那我们现场需要配备新浆的制备系统，所以您看到在这儿有个桶仓的这个部位呢，就是我们新浆制备系统。它在这个循环的这个过程中，它的这个细微的颗粒会慢慢的富集，富集完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置换掉一部分废浆。在现场我们也布置了就是2个废浆罐。当我们把废浆从这个环流里面置换出来之后，我们也可以用离晶机进行这个固液的分离我们也可以用压滤机对这个废浆进行处理主要的目的是把这部分废浆把它们分成非常干的固体以及可以直排的清水。其实整个这个泥水分离系统的这个布置，它其实非常关键。通常我们会花非常多的时间来布置。那一方面呢，我们要有效的利用现场的场地；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考虑的是，因为泥水分离站它在施工的时候，它会产生噪音，会有一些震动。那么我们怎么样在布置的时候就把这些噪音对于周边的这个影响，包括震动对于周边的影响提前的考虑清楚。往往很多项目在前期筹划的时候，如果没有针对于噪音震动这些做充足的考虑的话，将来施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因为像这种文明施工，现在您也知道，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文明施工的要求越来越高，环保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这个场地的布置，我们需要在前期做一些非常科学的一个规划。赵总这个现在已经启动了是吧？在其他的我看到的那些工地上的，是的，这个根本没办法，我们2个更没办法说话的，这个声音很响。那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个降低这样一个噪音的？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一台我们已经启动了的一台泥水分离站，也就是我们泥水分离站里面各个元部件正在工作。那么其实刚刚咱们也介绍过，泥水分离站它的震动跟噪音的控制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那么从噪音的控制呢，我们首先要去找我们的噪音源来自于哪里。那么绝大部分的噪音源来自于振动塞振动塞层面呢，其实我们也做了比较多的研发。首先我们振动电机我们从德国进口，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调整它的
振幅跟频率。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需要把它的幅跟频率调整，设定在一个标准的范围。那这个范围呢，不跟我们设备本身的固有频率产生共振。我们这个振动塞上面这个弹簧，降低就是金属结构之间的一个碰撞的一个噪音。实际上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如果把这个噪音降到这么低的话，我想在城市的工作环境里面，这个就太有竞争力了。是的，这也是我们海瑞克就是在研发我们泥水分离站的时候非常在意的这一点，因为我们好多产品出口到欧洲出口到像澳大利亚、像新加坡包括我们现在这一台就是我们即将出口到意大利的这个泥水分离站。那么接下来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泥水处理的流程？我们通常情况下，我们把泥水这个分离的步骤，我们分成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这个井下打上的泥浆，先通过泥水分离站进行处理。我们先通过筛分也好，旋流也好，把这部分吸带了刀盘切面切削物的这个泥浆先进行分离。我们通常情况下把第一步叫这个在线处理，因为它是跟盾构机就是这个掘进是循环的，就连续不断的一个形成。所以我们叫它在线的处理。当我们掘进一直在前面推进，然后推进呢，就是你的泥水分离站肯定是有局限的，有一些非常细微的颗粒它没办法处理。那么这部分颗粒呢，它就在这个咱们这个环流里面越来越富集，那么造成的这个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你的比重上升了另外一方面你的粘度这些可能也不达标了，你的吸带扎土的能力就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第2个步骤叫离线处理。我们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泥浆置换一部分出来，打比方说我们置换200立方或者300立方出来，我们打一些新浆进去。第3个步骤呢，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这个整个泥浆的循环的指标进行就不间断的一个调整监测跟调整，这样子来形成我们泥浆处理的3个步骤。那么初步筛选有几种形式呢？通常我们在这个行业内呢，我们初筛有2种形式，绝大多数这个应该说厂家吧采用的是这种振动筛的形式。振动筛呢，它是这个振动电机安装在这个筛板上，通过激振力物料抛洒起来进行分层，进行这个达到这个筛分的效果。那么振动筛呢，它在有些地层，打比方说咱们在岩层，在这个中粗砂或砾石层，它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它的效率也非常的高，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局限。当我们的振动筛在遇到粘土的时候，您可以想一下，这个筛孔是非常细的，粘土一来，那对，就突然就把这个筛板就全部糊住了，那你的这个效率就降低了。所以在我们的项目里面，我们大部分时候我们采用的是滚筒筛。滚筒筛呢，它是以这个滚动的形式。当这个滚筒筛在滚动的时候，我们用高压的这个冲水它滚动1周的时候，我们对着高压的冲水对这个滚筒筛进行冲洗，对，就把这个孔通了，然后它再旋转，即使有这个粘土或粘土团来，我们都不怕。我们采用的滚筒筛要稍微多一点。我们都知道，就是筛分的面积，它其实是我们筛分的效率的一个保障。是的。就简单来说，就是当你的筛分的面积越大，那你筛分的效率就越高。那么我们还是一直在考虑，我们怎样在有限的一个空间或有限的一个平面内，我们就是创造更多的筛分的面积。筛分的可能，对。那么我们就是有这种垂直的这种冲筛，对，一方面就是增加大了我们的这个筛分的面积。同样，当我们的这个筛分的渣土累积到一定高度之后，它也会从侧面把我们的这个水拖出去，增加排水的排浆，这个是严格说排浆的途径，排浆的一个途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侧边、两边也都有这个筛板，其实目的也是增加大它的这个脱水的面积。对，这是我们减震弹簧的另外一种形式。它的作用就是吸震、减震的一个作用。对。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就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复合式的弹簧又不一样了。那么它这里面其实采取的是这个合金加橡胶的一个。对。
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就是达到更好的一个减震的一个限能减震限能是吧？减震的一个效果。你们这个为什么占地面积小，跟这样的布置是有关系的，对吧？没错，正如您所看到的，这是一台振动筛。那么这台振动筛它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是它是3层的振动筛。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设备尽量节约化，达到它功能的同时，我们让它尽量的这个占地面积尽可能的小。只有就是越小的这种布置，我们才能够就是跟其他的这些功能单元提供更充足的一个空间。您认为这个泥浆的处理啊，它和不同的地质情况，它会有什么变化？比如说像在上海，您比较了解的这个区域，包括在南京啊这些项目，那么它的粘土跟淤泥质粉质粘土啊这些比较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泥水分离设备势必会产生很多的废浆，相当于把这个处理的压力给到了后面，你需要足够多的压力机或者是离心机来处理这些废浆当然，相对于粘土，我们也会遇到，比如说在华南，比如说在深圳这些地方，它的就是以沙土或者是以岩石以这个为主要地层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泥水分离站相对来讲，它的筛分的效率就会比较高。对，那它就能够筛分出更多的这种渣土。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可能需要更多的泥浆的补足，所以这就是针对于不同的地层，咱们泥水分离站有这种不同的配置层面不同的差异。那么在不同的这个盾构的尺寸，它对你的这个泥浆处理量的相互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它们大致是一个成正比的关系，也就是说，前面盾构机在掘进，它外排最大的能力是多少，咱们泥水分离站的能力必须得大于或等于它最大的外排能力。那么从我们经验上来讲，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地铁直径的盾构，6米多、7米左右直径的盾构，大致它会产生每小时1000立方的这个流量。那么我们就说，可能这个地铁直径的，那么我们需要配备的大致是1000立方的泥水分离站。那么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大型的公路隧道，8米8、9米、10米多一点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会配到1500到1800立方。现在您知道我们国内的这个大的这个隧道也非常14、15米的那种的话，就需求大概是在3000立方，甚至3200立方、3600立方等等这些稍微大一点，大致是成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关系。那您对泥水处理系统的展望呢？我们认为数字化跟智能化肯定会成为将来泥水分离系统它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也做了就是比较多的一个就是研发。未来基于我们的预期是基于这个掘进大数据的一个分析。那么我们希望的是泥水分离系统，它可以自动的去识别有一些异常的工况。打比方说，你的筛网堵住了，你的这个环流系统里面压力异常了，压力高了或者低了泥浆的这个性能指标突然异常的波动等等这些。同样的话，我们针对于这个开挖的渣土的一个精确测量，也是非常在意这方面的一个研发。那么我们在新加坡的项目其实有了比较多的这个成功的这个应用。首先，我们针对于开挖的干渣的一个质量和它体积的一个监测。另外我们采用高精度的一个称重传感器跟这个3D 的扫描技术，我们实时记录处理之后的这个干渣的体积跟质量，然后呢形成一个数字化的档案。同样，我们针对于掘进参数根据就是前面得到的这个渣土的这些数据，进行一些这个智能的这个算法来反推就是这个开挖面的情况，从而就是辅助我们盾构这个司机来调整盾构机推进，包括刀盘、扭矩参数等等这些的调节可以有效的避免超挖、欠挖提升我们施工的精度第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辅助决策我们预期的是机器的学习会让我们这个处理的工艺不断的优化，通过历史的数据来训练 AI 模型预测不同地质条件下最佳的这种泥浆的比重和处理参数
减少我们在现场施工的这个试错成本。我们未来可以集成自动的这个加药系统和智能排渣装置，实现泥水分离全程的这个无人化或者少人化这样的操作。总体来讲呢，我前面讲的数字化跟智能化它呢不仅仅提高了咱们泥水系统处理独立性，更加的让它与这个盾构机、地质预报、环境监测等等子系统形成一个深度融合等等的一个智慧的盾构施工生态。我们现在在我们就是泥水分离站的这个操控室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在这个操控室里面，我们有非常多的参数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操控室里面进行控制。那么它就包含了你进江来的流量，我们泥水分离站里面每一条管路的压力然后包括盾构机的一些参数，它也在咱们这里进行展示。我们会把它收集传到我们的云端跟我们这个 STP.on 这个系统联系起来。这个就回到咱们之前讲的，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一个就是智能的一个泥水分离系统呢？需要有足够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然后呢才能让它变得智能化。我们聊到了这个泥水处理系统的这个效率，我们也谈到了泥水系统处理系统的它的面积怎么样使它更紧凑。同时我们还现场看了一下，就是在这个运作的环境下，我们体验了这个噪音我本人感觉也是收获也不小非常的感谢你。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也期待大家下周五继续和我们见面，好吧？我们再见。再见。